勤劳的父亲为小屋搭建临时储物间，这样一来，下雨天不用外出寻找柴火了。不得不佩服父亲的做事，他总是能把工作做得如此出色，让人感到无比的安心和温馨。有没有家人们认识这种果子的？长相倒不是很奇特，主要遗传上面结了很多，就感觉像是葡萄的升级版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男孩和小雪的大山生活纪录片。清晨阳光明媚，风和日丽，父亲准备带着2个孩子上学去。他正好要去大山里寻找资源，顺便陪同男孩和小雪一起去学校。父亲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重要的人之一，父亲的疼爱和关心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一生。要是这次父亲没有回来，2个孩子的生活将过得无比艰辛。一个慈爱的父亲不仅仅是提供物质支持，更重要的是给予孩子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。其实有时候只需要在生活上关心下孩子，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，孩子们也会感受到家庭带来的温暖。父亲把孩子们送到岔路口，交代2个孩子好好努力学习，知识能改变一切。随后男孩和小雪就上学去了，父亲再次返回大山之中。父亲一路上观望着山林间的情况，似乎在寻找着想要的资源。大山里的资源非常丰富，可是孩子们独自一人的话将会很辛苦。多亏了父亲的回归，才让2个孩子安心上学。生活上的事情一切都由父亲来打理，只要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温暖，无论多累的工作他都会努力去完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父亲已经来到大山深处，他在张望着果树上的果子。父亲来到大树底下停了下来，他抬头张望着大树上的果子，高高的树上结满了黑紫色的野果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野果，反正结满了整个枝头。利用手里的柴刀朝着野果的枝干砍去，这种奇特的野果有点像李子，挂满了大树的枝头。由于体积过大，父亲并没有全部采摘掉。紧接着父亲来到地面，捡起地上的野果。这么大的体积，感觉背篓里放不了多少，最多放个几串就满了。不过今天的效率还是蛮可以的，3下5除2就解决了。父亲开始把竹篓进行捆扎，想多带一些回去。幸好没带编织袋，要不然还真装不下几个果子。看来父亲制作的背篓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制作这个背篓相当有必要，至少跟编织袋比起来牢靠多了。父亲背着满满当当的背篓准备下山去。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，没花多的体力和精力。父亲背着沉重的背篓独自行走在大山里，这里离村落还是有段距离的，走山路对父亲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了。很快他就来到了附近的村落，开始放过野果。为了生活所不得已选择这份辛苦的谋生方式，但无论怎样，他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付出努力。刚巧有位大哥骑车经过这边，大哥二话不说直接购买了一袋子野果。难道这是当地的特产吗？野果晶莹剔透，非常饱满诱人。父亲正要忙的时候，又走来了一位顾客。父亲希望给顾客们展示出最新鲜、最美味的一面。父亲笑脸迎接每一位顾客。这位大哥也是非常豪爽，父亲用热情的态度和细致的服务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和喜爱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中那份最朴实的真挚和温暖。父亲也只是个平凡的男人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。为了2个孩子，不得不努力劳作。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，父亲结束了摆摊工作，背起背篓准备返回山中小屋。父亲回家后直接来到了山林间，他在砍伐一些废弃的木头当做家里的柴火。父亲做事想得非常周到，总是考虑的步步到位。一阵辛苦后，父亲已经收集了很多木柴。住在荒山野岭，免不了使用木柴。父亲回家后并没有休息，他在地上做起来一个腾空支架，紧接着在两边撑起4个高高的支架，随后在顶部盖上棕榈叶子，一个简易的储物间就完成了。
这一顿操作下来，不难看出父亲的相当优秀。父亲把木柴放进里面，总而言之，这个父亲太厉害了。为了防止雨水浸湿，还做了顶棚，其次还在地面做了升高。他不仅拥有出色的能力，更是办事牢靠，做事非常高效，让人对他充满信心。这个男人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让人叹为观止，他能够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极致，做到最好。简直太好了，一家人的生活慢慢改善，竟然吃起了美味的烤鸡，生活也逐渐奔向小康。这也是一家人第一次吃上这么美味的食物。父亲每天奔波于忙碌之中，曾经的困惑和挣扎，如今已成为过往云烟。两个孩子终于过上了幸福美好的日子。清晨一早，父亲早早地准备好了工具和装备。今天的天气非常不错，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照耀在山谷里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美好。父亲迈着轻快的步伐穿梭在山林之间，山林间到处是绿色的植被。他来到了一片陡峭的山坡上，山坡上长满了茂密的树林和野草，看上去充满了生机。父亲带着工具开始采摘焦芋，他也在时不时地寻找着，分辨出好坏，有时会利用柴刀砍伐茂密的树叶和茎秆。摘芋头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力度，不能让它们受伤，只能用手慢慢将它从泥土里拔出。附近全是这样的食材，沿着山坡一路走来，视野越来越开阔，越往上芋头就越大。父亲一次性采摘了很多芋头，他把芋头全部集中在一起堆放着，待会还需要处理芋头的茎秆。终于采摘任务告一段落，父亲开始处理起芋头的外表。首先把茎秆去除掉，要不然长长的茎秆太碍事了。然后慢慢地切开芋头的表皮，芋头的外面布满了茎须，不过处理起来也是相当简单，去掉部分的外面皮即可。炎热的太阳使父亲滴下了汗水，父亲的每日劳作也都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。从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，父亲就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。每天早出晚归，辛勤劳作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他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投入到工作中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幸福的日子。满满当当一整筐芋头处理完成，父亲背上采摘的芋头准备下山。山路崎岖陡峭，父亲穿着拖鞋有些行动不便，他慢慢地行走在山间小路上。此时的两个孩子也已经到家了，他们看到父亲并没有在家里，于是两人走出去寻找父亲。没想到刚走出去一会，就遇到了父亲回来。这时的父亲也累着了，准备回小屋休息片刻再出去。三人来到了小屋里，父亲放下沉重的背篓，准备休息一下。没想到男孩主动承担起摆摊的工作，看到这一刻突然很感动。多么懂事的孩子，体谅到父亲每日劳作辛苦，父亲也不舍得孩子这样做。分别时还告诉孩子们，路上当心注意安全，毕竟这一整筐芋头的重量也是非常沉重的。父亲也为孩子们而感到自豪，他们长大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男孩和小雪赶到了附近的集市，集市上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，各式各样的摊位摆满着眼前，人们摩肩接踵，来来往往。赶集的人们纷纷驻足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。这边的男孩和小雪也找了一个空置的摊位，还没等男孩摊开编织袋，就有一位路过的阿姨在挑选芋头了。男孩也是非常开心，看来今天的生意绝对能畅销。男孩从背篓里倒出芋头，阿姨在边上已经等不及了，她自顾自地挑选着饱满的芋头。没过多久，又引来了围观，摊位上围满了阿姨们，竟然全部一扫而光。阿姨们把挑选好的芋头全部都装进了袋子，就等着男孩一一给他们称上重量了。这是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一次摆摊了，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今天的任务，看来还是集市的效果比较明显。男孩掏出今天的收获，看着心里非常喜悦，就连一旁的小雪都很惊讶，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。集市上的人流确实可以，虽然没有达到爆满的情况，至少对两个孩子摆摊有着好处。男孩和小雪两人准备开开心心回家去了，
正当两个孩子在回家的路上，闻到了路边摊位烤鸡的味道。这时两个孩子看着眼馋了，询问了一下烤鸡的价格。听到价格后，两个孩子觉得太昂贵，舍不得。没想到老板说可以买半只烤鸡，这可把两个孩子高兴坏了。老板拿出烤鸡给孩子们切成了一半，看着两个孩子怪可怜的，好心老板多给了另外一半烤鸡的鸡腿，非常高兴好心人的帮助。两个孩子带着烤鸡高兴地回山中小屋。父亲在家里也没有闲着，只是休息了片刻，随后就开始制作今天的晚餐。家里也只有一些野菜和瓜果，平日里基本很少吃到肉质食品。父亲的勤劳感染了两个孩子，更是在传递着一种淳朴、勤劳、团结的家庭精神。一家人坐在一起享受美食的时刻，为有这样一位勤劳而慈爱的父亲而感到自豪。我们相信，通过父亲的勤劳，一定能改变生活。今天无疑是两个吃过最美味的晚餐了。你敢相信吗？眼前的男人徒手爬10多米大树，男孩和小雪的父亲简直太厉害了。不愧是大山里生存的人，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，祖祖辈辈依靠大山带来的馈赠，才得以生存下来。他表现出的坚强和勇气令人钦佩不已，这种勇敢的男人值得我们信任和尊敬，一切为了孩子们的美好生活，真是男人的楷模。清晨一早，一家3口前往大山深处寻找资源。大山深处的风景如画，令人陶醉。绿色的山峦层叠起伏，清新的空气令人心情愉悦，每一处都充满着自然的力量与美妙。一家3口来到小溪旁，突然一棵高大的果树引起了父亲的注意。树上挂满了诱人的野果，他想爬上去一探究竟。果树很细，高度也很高，而且没有多余的枝干借力，父亲一个人徒手攀爬。父亲娴熟地攀上大树，每一次都要耗费很多体力，毕竟没有地方可以借力使用。他一步步地往上爬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对于父亲来说，这棵光秃秃的树也是一个挑战。他小心翼翼地攀越着树干，随着高度的增加，攀爬的难度也逐渐增加。但父亲并没有放弃，他坚定地往上攀爬，一寸一寸地接近目标，稳稳地站在树冠上。他拿出柴刀砍伐果树的枝干，有时候需要全身心投入，看似不危险，实则一点也不安全。但是每一次收获都让他充满了满足和喜悦。攀登高树需要勇气、耐力和毅力，他不仅战胜了身体的极限，也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和犹豫。他明白，真正的挑战并非只是攀登这棵树，而是生活的艰辛，谁也不会为了生计而冒险。父亲把砍伐的树枝丢在了地上，3人便开始一起采摘野果。大山的生活确实比我想象的要艰难。有没有家人们认识这种野果的？个头并不是很大，颜色也不鲜艳。父亲利用柴刀慢慢摘取野果，2个孩子在一旁帮忙传递。不一会儿，野果装满了背篓。你还别说，自从有了这个背篓，做事也方便了许多。真心佩服这位父亲的聪明智慧，利用竹子搭建温馨小屋，还用竹片制作实用的背篓。男孩帮助父亲提起背篓，3人开始返回村落附近。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和骄傲的笑容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挑战大自然，与自然和谐共生。在成长的道路上，处处充满了挑战。父亲的勇敢也会激励2个孩子，不畏惧困难，勇往直前。可能是因为时间问题，来不及赶往村落那边了，父亲选择在了路边摆摊。正巧路过附近一位村民，果子长相特别，外面还有一层硬壳，这或许是当地的特产吧。村民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一大袋子。难怪附近有不少人路过，周边正好是一片田地，很多村民们在地里干农活。这些野果可能是味道新鲜独特，吸引了路边许多顾客。零零散散路过的人也很多，可惜采摘的并不多，背篓也装不下，只好早早地收摊了。
一家三口回到家后，便坐下休息一会。男孩和小雪出去换好衣服，准备去学校。突然，男孩跟父亲说零用钱不够了，父亲掏出费用给到了小雪。生活再苦，可不能苦了孩子们。于是兄妹两人便开始出发赶往学校。父亲再次出门告诫孩子们好好读书。读书不仅是一种学习，也是一种希望，读书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等孩子们走后，父亲也没有闲着，开始忙活自己的家务事。家里的土灶需要改进下，长时间雨水的浸湿早晚会让土灶损坏，父亲决定重新更换一个更为结实的铁架。父亲先把土灶慢慢拆除掉，把周围的垃圾也一并处理掉。处理垃圾时遇到了困难，父亲灵机一动，用棕榈叶子做成一个简易的扫把。不得不说，父亲确实有过人之处的智慧。等一切处理干净后，父亲拿起铁锹挖出一个深坑。不过这个坑不需要挖得很深，铁架的大小只有那么大，这样看上去还挺不错的。父亲点燃木柴生火，待会方便煮东西。随后父亲拿上锄头来到小屋外面，他把小屋周边的杂草处理一下，这样一来小屋的整洁度也清爽一些。看着父亲除草的面积有点大，小编猜测今后可能要在这一片地里种植什么。然后父亲拿着柴刀把通往小屋的那条道路上的杂草也清理一下。杂草丛生，过来过往也不方便。小屋背面山头上的杂草也一并处理下，可以使周围环境更加整洁美观，也有利于防止杂草对植物生长和房屋结构造成影响。父亲非常负责，对于每一项工作总是尽职尽责，全力以赴。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让他赢得了他人的信任，也为子女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。父亲是我们的榜样。不好了，父亲出事了。两个孩子漫山遍野找父亲，他被树枝压倒在地，也不知道父亲的伤势如何。希望孩子们的父亲快快好起来吧，要不然两个可怜的孩子该如何生存下去呢？男孩和小雪回来后没见到父亲的身影，于是他俩决定上山寻找父亲的踪迹，也有可能是在大山里寻找资源。为了维持生计，父亲经常在大山里不停地劳作，孩子们也体会到父亲的劳累。男孩和小雪决定展开自己的搜寻行动，他们沿着父亲常去的小道一路向山上走去。在茂密的树林中，两个孩子艰难地穿行着，主要山林太大了，很难搜寻到父亲的踪迹。他们不停地呼喊着父亲的名字，希望能够引起他的注意。到处都是茂密的丛林，经过两人艰难的寻找，终于找到一丝希望。男孩看到附近周围有砍伐树木的迹象，他们知道父亲肯定来过这边。两个孩子继续沿着蜿蜒的小道前行，他们四处张望，不放过任何地方。父亲的爱始终是默默付出着，他将孩子们的幸福放在首位，所以才每天不辞辛苦劳作。男孩和小雪心中充满了担忧和恐惧，但他们并不愿轻易放弃。他俩又在附近发现了砍伐过的竹子，肯定有人在这边干活，至于是不是父亲暂时还不清楚。他俩也只能慢慢寻找，周围还有断枝的树木。他们顿时意识到父亲可能遇到了危险，在两人不断的努力下，也就在这时，他们发现了昏迷的父亲。父亲的身体被一根厚重的树枝砸伤，也可能是工作时发生意外被树枝压到了。两个孩子焦急万分，赶紧暂开施救。男孩和小雪心急如焚，他们慌忙用力抬起树枝，可是树木过于沉重，两人无法搬动。为了让父亲早点脱离危险，男孩使出了吃奶的劲道，父亲才得以被解救出来。男孩简单的对父亲使用了心肺复苏。这时的父亲渐渐缓过神来，男孩搀扶父亲准备返回小屋。父亲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两个孩子长舒一口气，他们的毅力和勇气最终换来了父亲的平安。总而言之，父亲真的太不容易了。
为了2个孩子的美好生活，付出了太多的艰辛，不曾想到工作时会出现意外，也不知道父亲伤到哪里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家3口总算回到了小屋。男孩赶紧让父亲回屋休息。男孩把父亲放在了小床上，现在正是父亲需要照顾的时候。男孩还是比较懂事，帮父亲脱下雨鞋，这样才能安心躺下休息。小雪在一旁帮忙生火，煮上一壶开水。而男孩选择外出寻找一些山林间的草药，在大山里生存还是需要学习一点急救措施。男孩在山林间采摘一些树叶，这或许能起到缓解作用。紧接男孩回到了小屋，他把采摘的小树枝切成无数小段，把树叶和树枝放入铁锅里炖煮。不得不说，男孩的做法展现出了勇敢聪慧的精神，遇到事情后并没有慌乱，而是保持着镇定和冷静，使用正确的办法实施救援工作。由于家里还没有水源，现在无法烧制开水，男孩赶紧拿出木瓜成小片，他来到床头搀扶父亲起来吃点水果解解渴。父亲虽然疼痛难忍，看到孩子的作为，他也很感动。父亲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，心中充满了欣慰和骄傲。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，可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，真心希望父亲不要出事。男孩对父亲充满了敬爱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男孩要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。此时的药水已经煮好，男孩夹起草药在火堆上烘烤，这也是最传统的办法了。男孩把草药敷在父亲的胸口，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照顾父亲如此细致入微。然后男孩将碗里的药水端给父亲，简直是个贴心的暖男。亲情才是最伟大的力量。男孩已经在边上煮上米粥了。父亲一天劳累下来，还没有补充体力。虽然家里条件艰苦，只能吃点白米粥，但是男孩的做法值得我们称赞。他在一旁看着父亲慢慢吃下米粥。当亲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都应该义不容辞地给予关爱和支持。男孩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孝道和责任，展现了一个孩子应有的勇气和担当。父亲吃完米粥后便躺下休息了，希望父亲能早日痊愈。太好了，男孩和小雪的父亲身体并无大碍了。兄妹2人无法承担昂贵的费用，上山采集草药为父亲巩固身体。不得不说，这2个孩子对待父亲的关爱做得非常到位。男孩的行为体现了他对家庭的责任感，也让父亲感受到了温暖和安慰。阳光明媚，晴空万里，好的天气也预示着有好的心情。男孩查看一下父亲身上的草药，已经过去1晚上了，应该问题不会太大。为了保险起见，男孩决定带着小雪前往大山寻找草药。清晨一早，男孩带着柴刀踏上了漫长的山路。虽然山路崎岖陡峭，他们来到一处绿树林间。男孩和小雪仔细观察着每一株植物，寻找着那些能治疗父亲病症的草药。他小心翼翼地采摘，生怕弄坏了或者采错了。尽管时而被荆棘扎伤，时而被蚊虫叮咬，但2个孩子都默默忍受着，只为尽快找到救命的药草。经过一番艰苦的搜索，终于找到了几种有益的草药，然后快步赶回家中。男孩点燃柴火，准备生火备用。男孩拿起草药，在火焰上来回烘烤，这样的方式也是最古老的办法。小雪倒上1碗凉白开给到了父亲，虽然年纪尚小，但还是比较懂事。男孩见父亲喝完开水后，便开始准备给他身体敷药，均匀地铺设在身体上。男孩跟父亲说，在家好好休息，等我们放学回来。男孩和小雪拿上书包，准备去学校了。2个孩子非常懂事，这2天照顾父亲来回学校和家里往返，只要能让父亲早日康复，男孩和小雪不辞辛劳地照顾父亲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父亲已经起床了，他也闲不住，长期在大山里劳作惯了。父亲把前天整理出来的杂草都焚烧掉，小屋周围的环境也整洁了不少。父亲拿着锄头开始劳作，
真担心他的身体，宁可继续劳作，也愿多休息几日。看来小编前天猜对了，父亲要整理出一片种植土地。对于山区的农民来说，播种蔬菜是再好不过了，既能吃到天然有机的蔬菜，也能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开销，就算是自己吃，还能解决生活上的压力。父亲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民，为了让家人生活得更好，他毅然决定开垦这片荒地。这个想法非常不错。理论上，父亲受伤就休息了一晚上，他却辛勤的劳作，默默地付出着。经过父亲几个小时的劳作，荒地全被他开垦出来。真心不容易，一切为了生活过得更加美好。父亲并没有休息，只是喘了口气，带着背篓下山去了。这么劳累的工作，他竟然跟没事一样。孩子们都上学去了，他一个人待在家里，没人陪伴也会无聊。由于家境贫困，父亲常常需要到山里寻找可用资源来维持家庭的生计。虽然山路崎岖险恶，但父亲并没有丝毫畏惧，反而满怀信心地准备踏上这次艰难的旅程。群山环抱，苍翠欲滴，大山深处的景色美得如同一幅画卷。不知道有没有家人们认识这种果子的？父亲停止了步伐，开始采摘工作。这种果子非常硕大，估计一个背篓里还装不下几颗。表面的颜色跟泥土一样，也看不清楚是什么果子，有点像红心山芋。父亲背着野果路过了小溪，正巧有个机会可以清洗下外面。父亲将背篓里的野果拿出清洗，顺便把表面的外皮用柴刀切除。才疏学浅的我也不认识这个野果，个头非常饱满，深红色的果肉，肯定是奇珍异果，要不然那么大一片地方也就这几颗而已。父亲耐心地给野果清洗去皮工作，颜色通红，看着非常诱人。紧接着父亲开始装入背篓中带回去。随着时间慢慢流逝，父亲并没有带回山中小屋，而是去了村落，拿去换点生活费用。这种果子时间长了以后会变色，看来果肉被氧化了，就跟苹果一样。父亲的脸庞被岁月的风霜雕刻得深沉而坚毅，他的眼神里既有对这份生计的执着，也有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。这些野果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，也是父亲赖以谋生的资源。硕大的野果吸引着来来往往的路人。父亲是一个不畏辛劳的人，他的勤劳和坚韧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爱和责任。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